李总啊，说句实在话，我现在真的不缺钱。我手上这个公司把股份一卖，那够我花好几个世纪的呢。所以钱不是问题，就想做点好事儿。你看啊，我们这个游戏卖给你们公司5年吧。这5年当中，你们怎么做的？免费玩，没错。一刀888级也没错。那接下去怎么办？1万多级等着他练呢，3000级以上每升1级，那得花好几百。想续约？可以，但我不跟你谈钱。咱们之间得签一个补充协议。玩家在整个游戏过程当中，不需要花钱买装备、买皮肤、买任何东西，否则就免谈。这游戏是你们4个人卖的，你能替他们做主吗？何况王嘉伦、顾新伟和刘浩都已经死了，你总得分些钱给他们家人一个交代吧？他们的家人我会安排，这个不用你操心。别想从我身上下手。看见我身后这2个保镖了吗？全国散打冠军。哎，我还可以告诉你，我已经写好遗嘱了。万一在续约之前我要是死了，不管死得多正常，那最有可能下手的就是你们。我跟董事长汇报一下。那这样，李总，你呢先打电话去下卫生间。你在门口等我。怎么那么久还没出来？进去看一下吧。何总，赶紧打电话报警。灯火间，夜更深似雪，模糊岁月，假装还纯洁，不拥抱，不祈祷，不微笑。没长大一样孤影自怜，夜空，坠落中。选择不值得谁来感伤。
对，这两位什么人？贺云飞的保镖，左边这个还是全国3大冠军。哦，你们老板死在厕所里了，你们站在外面不知道。他说他只是上个厕所，不需要我们啊。老石呢？在里面验着呢。 3大冠军是吧？老板死了，这事儿很麻烦呀。我估计你们公司得且赔呢吧？是，粗算下来怎么得200多万啊？可是我们还没收到他的钱啊。他不是给你们发工资的吗？也不是，是我们才刚干了15天，还不够1个月。麻烦。就他们公司啊，有个姓孙的。 这个律师呢，肯定会找你们麻烦，会给你们提出诉讼，然后让你们赔钱。如果事情发生了，你们可以找我，我帮你们解决。那是个费用。是啊，谢谢。冠军啊！这还厉不厉害？这是不是凶杀？刀身20厘米左右。23厘米，普通匕首。刀身23厘米，刺入心脏，穿透左心房，引起肺动脉破裂，导致出血性休克死亡。这刀怎么扎下去的？出手的时候从上往下扎的。凶手身高多少？这个我就不好说了，因为是从上往下扎的。我能确定的是右手。是男是女？这个我不知道啊，女的也可以进男厕所吧？我能确定的是，死者不知道凶手会拔刀，没有提防。没提防，他们两个认识。刚才我不是讲了吗？这是一个突发事件，突然捅一刀，死者没有防备。黄家伦的尸体还在吧？你一说还提醒我了，放尸检科好几天了，都不知道怎么处理。这还用说吗？他跟黄家伦是有关系的，他跟黄家伦在大学是同宿舍的舍友，有这么巧的事吗？所以我严重的怀疑黄家伦也是被谋杀的，你们信不信？也可能是哮喘病。好，公司呢？把那个担架搬进来。我给你好好的分析下这个案子啊。就是说黄家伦他们4个人一起合作了一个游戏，然后呢，这个游戏呢卖给了这个迅达公司5年的这个授权，明白了吧？等于说今年就是第5年了，要到期了。如果说他们想继续使用这个游戏的话，可能李金祥就得再掏钱出来。还有一个公司叫游龙公司，有一个姓申的叫申成，他也要这个游戏。那等于说2家公司就对着干起来了。如果现在这个游龙公司能花更多的钱买这个游戏，就不一定续约了，李金祥就着急了，你懂了吧？要不要逮捕他？我先看看他是什么人。不管怎么地，你先把他这个案子跟这个黄家伦这个案子并案。黄家伦是哮喘死的。这么明显了，这还不是一件事吗？喂！贺云飞卖给我们的游戏，公司花了1000多万元做推广。你刚才说你不玩游戏，但是还是有人玩，小孩子特别喜欢，年纪比你大的也不少。游戏呢，就像是毒品，一旦你玩了进去，你就会发现你眼前所有的烦恼都会消失。但是，一旦你跳了出来，你就会发现所有的烦恼就会在现实生活中等待着你去处理，有可能会变得越来越多。我们来说一下合同授权的问题。授权是5年，这个月底到期。我还以为你会问我跟何云飞在洗手间的事。你们今年是合同年。对，
合同年，一般来说5年合约，最后1年变故最大，或者续约，或者终止合约，或者他卖给我竞争对手，都有可能。4个健在的情况下，我只需要4个签名授权，死了1个需要3个，死了2个，其余2个授权给我就行了。要是都死了，像现在这样，自动续约。我们会以版权为名，掏一些费用给游戏版权协会，由他们分配给家属。4个比一个来的好多了。要是4个都活着，只要有1个不签约，你就拿不到授权，对不对？队长果然是队长，一说就懂啊。支警官，请喝茶。曾警官，喝茶。你们上周放走了一个杀人犯，知道吧？连环，连环的，是连环的。我这几个巡逻呢，真的不知道阳台上还有人。那是自然。你们要是知道阳台上还有一个杀人犯，他还能把我们摁到地上，还要掐你的脖子，还要把我们2个关上1晚上。那这个都是从犯，从犯。对不起啊，对不起啊，误会大了，误会大了，他们太鲁莽了。哎，来了。局长，您要的资料找到了。啊。那天报警的是一名男性，他电话号码是180147457。别就给我一个号码呀！你查一下机主身份嘛。查。郑哥，你说咱们做警察的，秉着什么心态？良心，是我们警察对于每一个生命发自内心的敬畏。如果说啊，现在出了命案了就对我们这样，啊，没立案的时候就对我们那样，你说如果那天凶手要是抓着了，那贺云飞就不会死啊。倒茶。查到了。李金祥，那你的杀人动机很充分。就算有杀人动机，你也得显示证据。你不会没有证据就上来找我吧？我是最后一个见过贺云飞的人，但是我走了之后，他才死在厕所里面的。这件事情与我无关。你要是想抓我，讲点新鲜的。我来给你讲点新鲜的。我问你，黄家伦出事那天你在哪儿？我来告诉你，你在地铁上，就在黄家伦身边不远处，你眼睁睁地看着他哮喘病发作而死，然后第一时间回到他的家里，开锁进门，你要找一样东西，找什么呢？你在找这个，这是一份游戏授权的代码，一共4份，每一个死者人手1份。只可惜你没想到，我把这件事情当成了谋杀来查。那天也出现在黄家伦家里。当你在屋里听到我们2个开锁进门的时候，你身处高层无处可跑，只能第一时间打电话给警察，然后跑到里屋卧室的阳台上躲着。
黄家伦来找我们报案，说有陌生人盯上他了，要害他。起初我觉得这个理由很扯，说有人把他的2个玩偶调换了位置。后来我去了他家之后，看到了一个宅男的世界，我确定确实有陌生人进到他家里，而那个陌生人就是你。黄家伦死了，有人动了他的哮喘药，贺云飞被杀死在了厕所里，顾兴伟因情自杀。虽然我不知道你对他做了什么，但是仅凭你私闯民宅这一条，我们就有权利把你带回局里，扣押你48个小时。师哥，郑哥，该问都问了，什么也不说了。他也说不出啥了。贺云飞不是他杀的，不是他杀的，那怎么办？48个小时以后，咱们就得放他走了。去检验室问一下老师。啊。黄家伦的死有什么新发现没有啊？有，确实是因为哮喘病，凶手调了他的包，偷出他的哮喘药，换了一个异味一样的瓶子，瓶子里面装满了粉尘。当哮喘病发作的时候，粉尘进入鼻腔，对他来讲就是必死无疑。这个上次确实有点过激了，脑子有点昏。老师啊，生活就是生活，工作就是工作，你得分开。我走了。哎，你别怪我多嘴啊。你女儿啊，我女儿马上就结婚了。好事。师哥，你为什么叫我审？你审的话，肯定比我套出来的线索多。我想看看你能不能问出一些不一样的东西。你不都说了吗？人又不是他杀的，还有什么新东西？无论是黄家伦还是贺云飞，李金香盯了他们这么久，也许他知道谁是凶手。来，给我东岛大学地址。查东岛大学干嘛呀？东岛大学是他们4个的母校。OK。前面就是。他们当年就是住在这间宿舍，当时比现在这个还乱。哎，怎么了？问你话呢，怎么了？跟别人打架，我勾搭人家女朋友。我告诉你啊，你勾搭谁那是你自己的事儿，但是你现在被人打了，就是咱们的事儿。人在哪儿呢？走。结果毕业，他们还不走，在这宿舍里赖了1年。学校撵了几次，
他们就说找不到工作，没钱租房子，要把他们赶走，就好像把自己的孩子扔到大街上。每一次都是我帮他们挡下来的。我带你到那边看看。他们4个都没有工作吗？有一个去了，就是刘浩，工资也不高，我记得1个月是2000，其他3个都是眼高手低，基础的工作都不愿意做，高端的工作也不会找他们。4个孩子啊，不抽烟不喝酒，感觉1天50块钱，吃个泡面还能管饱，靠这2000多，4个人活得还挺滋润的。不工作，1年间都做些什么？就没事情做啊。黄家伦喜欢玩游戏，整天守着电脑。也不能怪他，哮喘病那么严重，待在宿舍最安全。顾新文就是勾搭学妹，兜里也没钱，但是那些女生呢，就是喜欢他。贺云飞呢，喜欢运动，打篮球、踢足球，跟着学弟一起上体育课。他们这几个精力那么旺盛，就是不把他放在正事上，全靠刘浩一个人支撑。我带你过去那边看看。嗯。嘉怡，这个游戏是怎么来的？玩出来的，可笑吧？他们4个不务正业，通过玩就赚到钱了。先是黄家伦，所有的游戏他都玩过几10遍，玩腻了，说里面 bug 太多，就自己开发了一款游戏的雏形。其他3人兴趣来了，没日没夜的，花了1个月的时间，帮他把游戏完善，推广上线。贺云飞是孩子，厉害。当时他做了一个决定，为了吸引用户，他说1分钱也不赚，等用户群达到100万，就高价卖给游戏公司。开发游戏需要用到钱，结果他们4个都出去工作了，2个白班，2个夜班，宿舍里总会留2个人维护着服务器。终于有公司肯跟他们谈了。你猜，他们给这4个孩子开多少钱？1000万，4个人，每人250万。要是不好听，没关系，我多加20万给你们，当是红包。不用270万了吧？1000万差不多。我来说吧，1000万呢可以，但是每人1000万，而且只授权5年。我肯花钱，这游戏值1000万；我不花钱，这游戏你们倒贴钱。李总如此为我们着想，我们与有同焉了。那我现在就来为我们迅达公司着想一下。我们4个大学生，姑且可以把这个用户做到100万，不过相信以贵公司的平台，很快能达到1000万、5000万。而这5000万，每1年的红利，可能连5亿都不止。而接下来的5年，你只需要花4000万，就可以收获25亿的红利。把情况告诉董事长一下。你们回去吧。谈崩了。那走吧，哥几个。4000万，5年合同，律师会给你们发合同，再涨1块钱，
免谈。走。每个人都分到钱了。为了感谢我留他们1年，没把他们赶走，请我吃了一顿大餐，还送了我一个工艺品。每个人都按照之前的计划生活。黄家伦宅在家里，顾新伟就全世界到处乱跑，贺云飞开了自己的公司，还做得不错。刘浩去上班了，后来还得了癌症。刘浩死了，其他的也一个一个的跟着死了。我能看一下他们送给您的那个工艺品吗？啊，就是这个。啊，我能碰它吗？随便。哦，谢谢。他们是15年回来的吧？是2014年，游戏卖出去的第2年嘛。我虽然只是他们的宿管阿姨，和他们的关系还不错，我总是劝他们，把时间浪费在游戏上是没什么出息的，玩物丧志。世上哪有那么好的事？有得必有失。说他是模特吧，也没走过什么台；说他是演员吧，也没演过什么让人记得住的角色。参加过几档综艺，跑龙套。我是知道这段新闻的时候，我才认识他的。我才知道哦，他叫林文新，是个艺人，还跟这个顾星伟闹出不少钱的事儿。你其实可以说2句话，你不会真的以为王克是我说出去的。你好好看看，不要说那么多话。不是吧？什么不是？就是啊，这个东西挺好用的，我有时候也用。那怎么办？我这太阳镜还带不带？带着吧，带着。以后看重要的东西时候再摘下来，别眼花了。哎，你怎么不说话了？人家不会说。我老公他就是在那桌上死的，边上还有半瓶红酒，一个杯子，看起来就像是喝多了，趴在桌上睡着了。老公，老公，又喝醉了。谁也没想到，他吞了1整瓶的安眠药。你那天晚上几点回来的？我那天录了个节目，特别无聊的一个节目，就是回答问题，答错了还要用塑料锤子打一遍。导演让我背下每一道题的答案。好，说重点，你那天晚上几点回来的？晚上12点多。那锤子是用气吹的，打一下根本不疼，我还要呲牙咧嘴的装作很疼的样子，演不好还得重复一遍。你回来的时候就看到老公趴在桌子上了。
是啊，我回来的时候手机没电了，看见他趴在那儿，我就以为他喝多了，我就先去把手机充电、洗澡、卸妆。等我出来一开机，我手机都炸了，我朋友都发信息打电话问我说：“你老公怎么自杀了？”我说：“没有啊，他还躺在那好着呢。”我朋友就说：“那可能是搞错了。”挂掉电话，我去探了探他的鼻子，果然死了。你的朋友怎么知道你老公自杀了？微博。对，就是微博。那一天晚上11点多，我老公发了一条长微博说要自杀，他还怪我骗钱骗婚。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。我那么想嫁给他，到我终于如愿的时候，他竟然怪我骗婚。如果现在我告诉你，我还爱着他，你肯定觉得我特虚伪吧？我相信你爱他，但是我不相信那条微博。这件事情99%的可能不是自杀，是谋杀。就是说，凶手拿着他手里的手机，假装发了这条长微博，然后营造他要自杀的假象。不是我干的，真的不是我。李小姐，你冷静一下，我们没有说是你做的。但你先生如果知道你还爱着他的话，他应该会走得很安心。不好意思。他现在哭一哭是好事。说一说你们的婚礼吧，当时是在哪儿举行的呀5月份，在菲亚大酒店办的。当时有哪些朋友来了？我家人、我经纪公司老板，还有我的一些艺人同事。他们去了吗？顾新伟是我老公，当然要参加。难不成我结婚没老公吗？啊，不是，除了您先生之外，其他的3位去了吗？都来了。老贺那边我熟一些，我陪我老公跟他吃过好几次饭。老贺是谁？贺云飞吗？对。然后这个人就奇怪了，他时不时就跑出去一趟，我以为他抽烟呢，结果就是吸2口新鲜空气。他叫刘浩，对吧？对，他们的宿舍长。他病得非常严重，肝癌晚期，脸都是蜡黄，头发都掉光了。我老公就说，结婚的日子他们4个人缺一不可，尤其是他顾新伟居然能结婚。后来客人都散去了，剩下他们4个人在台上喝酒唱歌。刘浩唱不动，也喝不了酒，喝着白水，看着他们3个都高兴。我和顾新伟的感情是爱情，爱情很伟大，是吧？但是他们的兄弟情一点都不比爱情逊色。他们4个人经历了那么多大富大贵、大起大落，真到了永别的时候，谁也忍住不哭，反而开对方几个玩笑。刘浩的时间不多了，医生说他10天，最多半个月。他那1000万根本没花，也没娶妻生子。他说要把钱留给这3个兄弟，一人300万。贺云飞带头说不要，说要让他去澳门去赌，把钱输光。我老公就笑话他，
这稳稳当当活了20多年了，可不能让你死了时候还带走1000多万。输光它，一天输100万，过把瘾再死。对，你就把钱全输光了，你放心，你爸妈那儿我给你照顾。哎，显着你了是吧？当我和云飞2个是空气啊？耗子，你爸妈那边你就别管，好好玩，要好好的。没哭，没看我哭成孙子。记得每天打个电话回来，要是没力气了，就发1个字：好。电话打了12天，一开始刘浩的话还多一些，到后来就只剩下喘气，再后来就没有来电话了。然后他们飞到澳门，领他的骨灰，按照他的遗愿撒在了海里。等一下，他们领的是刘浩的骨灰，所以说他们根本没有见到刘浩的尸体。由于4位授权者因为各种原因意外身亡，冰火王座将自动续约给迅达公司，并进行下一周期的开发。我们将依照原合约继续支付4000万给死者的家属。沈经理，今天发布会的提问环节已经结束了，你身为游龙公司的代表，应该知道这个吧？贵公司确定4位授权人已经过世了吗？有1位还活着吧？1个小时前刚刚跟我取得联系。先生，这边给您安排的车马上就到了，您稍等。谢谢。